我怀孕，婆婆不允许我吃营养品，却把老公养成200斤大胖子。我生了个女孩，婆婆借口没面子，投奔到我家。她不顾劝阻，把口中嚼过的肉喂到我女儿嘴里。我决意离婚，她好言相劝，暗地却想要吞我爸妈的房。我把哥哥请到家中，拿回属于我的30万。最后我冷眼旁观，他们留狗咬狗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张月，你恶不恶心？老公拉开我的手质问道。婆婆呸呸呸的一阵干呕，将我塞进去的肉吐出来。恶心？我有你妈恶心！婆婆上月的体检报告就显示她有幽门螺旋杆菌，竟然还敢嚼了东西喂给孩子吃。妈，那也是为了孩子好。再说老一辈有老一辈的办法，你养的孩子就是不长肉。老公没好气地说着，什么才叫长肉？养的跟你一样200斤才叫长肉吗？整个孕期我爸妈送来的补品都进了老公的肚子。婆婆说我吃了容易上火，对孩子不好，老公吃不了的，婆婆就带回老家，美名其曰不浪费食物。总之那些燕窝和海参什么的，我丝毫没见到。老公也一天天像是吹气一样，整个孕期直接吃胖了50斤。女儿为什么瘦？还不是因为你没奶。她不提这事还好，一提这事，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原本我就怕有婆媳矛盾，生活习惯不同，约定好请月嫂，生完老公就变了卦，说外人不如自己人照顾的放心。婆婆更是大包小包住进来，说我生了女儿，让她在村里抬不起头，没法在老家待了。李涛也在一旁附和，我说亏了你还是个大学生，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气得我直接没了奶。婆婆见我俩吵架，直接倒在地上，双手有规律的一抬一落，像唱戏一样喊起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老了不中用了，被人嫌弃了，我死了算了。李涛上前搀扶他妈，还不忘斥责我，张月，妈从早到晚帮咱带孩子，起得早，睡得晚，现在还要落埋怨。我毫不客气地说，既然妈这么累，今天就让李涛送您回老家休息休息吧。你怎么能赶妈走呢？这里是我家，我想让水滚就让水滚。随着我的这句怒吼，李涛凶神恶煞地朝我冲过来，抬手落下一气呵成。我的脸颊传来火辣辣的感觉，那巴掌清脆响亮，他的手依旧指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悔过。张月，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女人，我根本不会要你。生个女儿，妈都愿意给你看，别不知足了你。生个女儿怎么了？生个女儿比男孩缺胳膊少腿了。到底是我不知足，还是他们不知足？结婚1分彩礼没要，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只因我俩是大学同学。我坚信真爱抵所有，可终究是我错了。离婚。我说出这2个字的时候，婆婆的嘴角抿出了一抹得逞的笑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离婚正是我婆婆想要的结果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还偷听到婆婆和老公的对话，婆婆让她换个媳妇，好给他们家再生个大胖小子。最关键的，我将1套房子写在了老公的名下。当初真是恋爱脑，现在离婚，我会净身出户。现在我主动提出离婚，岂不是正随了他的愿？我冲进卧室里，假装哭泣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耳朵却竖起来，听着母子俩的对话。儿子打得好，女人不打不老实，你看他还不是忍气吞声了，要我看啊！离！婆婆教唆着李涛，妈，您不是不知道娶个媳妇成本多高，我现在哪还有钱啊？儿子，你听妈说。后面婆婆说的什么
我听不清。他故意压低了声音，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秘密谋划着什么。老公说出这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凉了一截，合着他不是不想，而是没钱。当初李涛就是用那10万块钱的彩礼钱，从我这里骗走了一套房子。他拿着10万块钱和我说，这是他们家全部的家当，他愿意为我赌上所有。我恋爱脑上头，坚决要把房子写在他的名下。我告诉他，我一定不会让他输。那时候的我们经历了4年的大学感情，自以为感情深厚可抵挡一切，到头来曾经的一切都只是笑话。好在现在我认清了这母子俩的恶心面孔。谁说女人活着就一定离不开男人？从现在这一刻起，李涛在我心里就已经不再是我老公了。可我绝对不能便宜了他们母子2人。以我对李涛的了解，他除了没钱娶新人，算计着我的房子，估计还在不甘心放在我那里的10万块钱。只是我没有想到李涛和他妈会想出更恶心的事情来。我回了娘家，我爸妈一连几天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都搪塞了过去。做儿女的最害怕的就是怕父母担心。李涛那边直接趁着我上班，把女儿从爸妈家接走了，还给我打电话说女儿发烧了。我赶回家去，谁成李涛和婆婆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，和我道歉说那天对我态度不好。说着，李涛就扇了自己几巴掌。媳妇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和我一般见识。我真知道错了，不行你打我几巴掌。说着，李涛就把脸凑了过来。机会来了，谁不报仇谁是狗。我直接冲着李涛的脸左右开弓，几巴掌下去，心情也好了起来。李涛疼得皱起眉头，怒意中烧。你还真打呀？难道你那天是假打？李涛吃瘪，只能咽下这口气，继续哄着我说，媳妇，你坐下，妈做了你喜欢吃的饭菜。小宝呢？有没有去医院？婆婆摆摆手，小问题，我带她去看过了。去哪里看的？婆婆头一低，你别管了，反正比医院好使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婆婆，什么地方比医院还好使？李涛和婆婆这一脸殷勤的模样，不得不让我怀疑他们的意图。2个人不停地将菜往我碗里加，期间还不停地给我倒酒，一杯接着一杯，直到我醉醺醺的。奇怪，平时我挺能喝的，可是今天却醉得很快，好像这酒里面不仅仅是酒。我趴在了桌子上，意识越发的模糊起来。李涛晃动了几下我的身体，见我没什么反应，婆婆又用力推了我几下，我险些摔倒在地。她才对着李涛喊道，快打电话给你哥哥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有老婆孩子，你还是个光棍呢，10里8村的女人谁愿意嫁给他？你这个当弟弟的不给他想办法，谁帮他？李涛的电话刚打出去，门铃就响了，想必李涛和婆婆早有预谋。我从来都不知道李涛还有个哥哥，听那声音便知李涛这个哥哥智商多少是有点问题的，怕不是个傻子，怪不得还是个光棍。大葱，脱裤子！妈妈，大葱不尿，大葱羞羞，来脱裤子，妈教给你。婆婆着急忙慌的就要去脱李涛哥哥的裤子。与此同时，门外的铃声响起，李涛和婆婆互相看了一眼。谁？是我哥！我突然站起身来，他们吓得险些跳起来。张月，你没事？李涛震惊地问。我应该有什么事？我反问道。张月，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哥？李涛还有脸质问我。该问这话的人应该是我。李涛，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哥？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我走到门口，开了门，直接把我哥放进来，说放不太好，
但我哥这人的确配得上这词，一把砍刀直接插进了桌子里。是谁要动我妹妹？不想活了！我哥穿着黑色紧身背心，胳膊上密密麻麻的刺青，肌肉如拳头般一股一股的。李涛瞬间怂了：“小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戏瘾犯了，想表演一下。”说着，我就倒在椅子上，梨花带雨的哭起来。非礼啦！我冲着我哥使了个眼色。律师请好了已经，动手吧，哥。我哥活动了一下手腕脖梗，刚发出咔咔咔的声音，李涛直接跪了：“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”没门！婆婆在一旁倒是不怂：“儿子，你和老大2个人呢，加上妈3个人，还打不倒他？打呀，儿子！”李涛被他妈几句话怂恿着，朝着我哥冲过来。啊！我跟你拼了！一拳头落下，我哥哥毫发无损，要的就是他先动手。我哥低头看着他那绣花拳头，微微一笑：“这可是你先打的我。”我晃动了一下手机：“哥，证据确凿。”说着，我哥直接一拳打在了李涛的脸上，李涛一口血直接喷出来。我在一旁站着，假装害怕，捂着嘴：“哥，倒也不必打死。妹，你老公平时是不是牙龈出血呀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没有，那能流这么多血？”我这才用了3分力。我伸出食指晃了晃，我是说他不是我老公。我直接走到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到最大声，以免惊扰到邻居，拿出我的零食盒子，悠哉悠哉地吃起来，一边吃一边欣赏我哥的拳法，左勾拳，右勾拳，还得来一记直勾拳。忘了说了，我这个哥可是业务拳击手，水平堪比专业拳击冠军。婆婆拿着擀面杖想要去敲我哥，根本够不上我哥这接近2米的身高。擀面杖在我哥这200多斤的身子骨上像痒痒挠。妈，您这儿子是200斤不假，虚胖啊，不是死壮啊。这么2下就被打趴下了。地上的李涛鼻血流了一地，疼得嗷嗷直叫。我哥犹如巨人一般转身，对着我婆婆指了指自己的屁股：“老太太，这里也痒痒，给我挠挠，我跟你拼了！”婆婆被我哥直接一把提起来，双脚离地：“平时补钙吗？老太太？”我哥不忘和我婆婆开玩笑，可我婆婆哪里有功夫回答：“你不补钙的话，你这骨头等下不就直接被我捏碎了？”我婆婆听着我哥的话，双脚扑腾了几下之后，裤子直接湿透了，黄色的液体顺着裤子流淌了一地。我哥一脸嫌弃地将我婆婆扔出去，婆婆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他那个傻儿子站在一旁边拍手边大笑说：“哦，妈妈尿裤子了，妈妈也跟大葱一样尿裤子喽。大葱给妈妈换裤子，换裤子。”说着，大葱就冲过去脱我婆婆的裤子，那场面简直不忍直视。大葱，婆婆咋想的？给他这大儿子取这名字，你别说，这还真是个大聪明。我拿着手里面的棒棒糖递给大葱，大葱真是个乖孩子。刚才你妈妈教给你什么了？大葱挺起胯，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，加上我这个受害者的证词，我想警察同志一定能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。我拍拍大葱的头，对喽，真棒，等下要好好的告诉给警察叔叔哦。小婊子，你教给他什么？婆婆叫嚣着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我哥立马会意，一脚踩在婆婆背上。老太太，揍得你轻。这会儿婆婆喘气都难，哪里还能再说废话？妈，这可不是我教的，这不是您刚才教的吗？别报警。小月，有话好好说。李涛在地上苟延残喘道。我想李涛应该是明白的，他知道报警的后果，他得不到一点好处，
再加上李涛的工作性质，要是闹到他单位上去，他就别想有脸混下去了，有可能工作都要丢了。当然能好好说了。我冲他捻了捻手指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要多少？我伸出3根手指头，3万、30万，不多不少。这是李涛背着我存下的所有钱。你这个女人真是太狠了，你是打算要了我儿子的命吗？我环顾四周，那要不就分这套房子吧。李涛更是不愿意，他不是不知道这套房子的市值在150万、30万。我们离婚，孩子归我，如果不同意，那就警察局见。我想让你们进去蹲一蹲，应该不成问题。今年过年，全家看守所共庆祝吧。我起身要走，婆婆拉住李涛劝他：小涛，不行，小聪可不能进那里面，否则非要死在里面不可呀。事到如今，婆婆竟然还满心的都是她这个傻儿子。李涛这人倒是孝顺，可惜是愚孝。李涛答应给我30万，估计还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。我点点头，和我哥直接住下了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什么时候拿钱？什么时候走啊？谁知道走了会有什么变故？不拿到钱，我们可不走。这下李涛只能乖乖的去取钱。不出1个小时，李涛跪在我的面前，细数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我知道他都是为了房子。拿着钱，我和我哥出了门。我掏出1叠钱递给我哥，我哥数了数钱：老妹，下次有这好事再找哥。我没哥，这不过是我雇来的打手而已。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，价格都是谈好的。且不说我请了律师，李涛想告也不好告。最重要的是，打手常年干这种事，怎么打？打哪里？打到什么程度？拿捏的都刚刚好。那对母子太气人了，下次哥给你打8折。不过老妹，你那房子真不要了？我冷笑一声，要能不要吗？不仅要，还得让他亲自给我送来。我掏出婆婆的体检报告，上面赫然地写着癌症中早期，其实在这个时间完全可以控制，婆婆的身体也察觉不出异常。但是现在告诉她还太早，时间被我一拖，拖了几个月过去，婆婆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，她这才意识到要去医院。医院的医生建议她开始化疗，但是化疗的费用十分昂贵，且不一定能够根治。婆婆几乎崩溃着走出来，一屁股坐在医院的椅子上。老刘的病已经好了，之前医院都给下死刑了，还不是在半仙那好了。医院1次化疗就要几万，看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好。坐在身后的婆婆听到2个人嘀嘀咕咕着，转身问他们说的半仙是谁。半仙就是郊区村里的那个半仙师傅啊，这你都不知道？他的药只要吃上1次，你就立马能够感觉到身体变好。婆婆蔓延震惊，就1次就行。对方点点头，而且半仙师傅承诺有效果再交钱。真的呀？婆婆拿出手机找对方要了联系方式和地址。我知道她一定是准备去找这个半仙师傅了，毕竟我婆婆最相信这种事情了。上次小宝发烧39度，她不带他去找大夫，而是跑到一个算命的那里去。幸好小宝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小孩的体温就是容易忽高忽低的。等到婆婆离开后，我请来的那2个演员找到我，我一人给了他们200块钱，对他们的演技表示认可。1个星期后，李涛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婆婆出事了，有这好事，我当然要去看看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婆婆正在病床上大闹着要出院，在这里要花那么多的钱。我在半仙师傅那里看得好好的，你看我身体好得很。医生拿了片子过来，对老公说情况很不好，
现在最要紧的还是要化疗，看看还能不能够挽回一下。老公倒是个孝顺的好儿子。医生，我们化疗。化疗什么化疗？我要出院。我在半仙师傅那里拿回来的药，每次吃了身体都很好，我一点事也没有。我心想，能不好吗？半仙师傅每次给你开的都是抗生素，而且不是人吃的，受用抗生素，你不好才怪呢！你个老畜生！李涛劝不住婆婆，只能随了婆婆的性子，让婆婆回家了。原本以为就这样下去，婆婆在使用抗生素的大剂量下，命不久矣。可谁成想，李涛这次倒是清醒，直接把半仙师傅的摊子给端了。好歹李涛也在民政部门工作，这也算是利用了他手中的小小权力。妈，都和您说了，那是骗人的。您知不知道您吃的都是些什么？吃的都是受用抗生素啊！刚吃下去没事，长期吃下去，您的器官就会衰竭的。婆婆一听，慌乱的差点没站住脚。儿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还能有假的？妈，您就听我的，咱们好好治病。好你个死李涛，竟然聪明了一次。原本婆婆在半仙师傅那里为了治病，已经准备回去找李涛商量卖房子的事情了。这下岂不是功亏一篑了？人永远比你想象中的可恶。妈，这房子卖了就卖了吧，大不了卖低价。那可不行，你就这一套房子了。妈之所以不让你离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女人她爸妈那里还有一套房子呢。这婚咱可不能白离，更何况你还被她骗走了30万。婆婆简直连畜生都不如，竟然盘算起我父母那里的房子，到时候我父母去哪里住？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父母竟然出事了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正在门口大哭，而我爸在里面抢救。我妈说她和我爸出门，却没有想到刹车突然失控了。我爸为了不撞上其他的车，把车靠边，想要靠摩擦制动，却没成想直接翻了车。我妈额头上的血往外淌着，可她完全顾及不上。小月，如果你爸爸出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。我爸这人向来细心，怎么会没有发现刹车有问题呢？这是一定有人做手脚。我突然想起之前李涛开我爸的车，李涛那里有一把备用钥匙，我调取了小区监控，可是监控坏掉了。更何况我们家在车库的监控死角上，原来婆婆想要吃我们家的绝户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小宝呢？我们出门前，你婆婆说想小宝了，把她接走了。我的大脑一片嗡嗡作响，好巧不巧，她就在这个时候把小宝接走了。为了不让我爸妈担心，我从未和他们说过和李涛之间发生的事情。到现在，我爸妈都还以为我和李涛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想他们才回家来住的。再加上我偶尔带小宝外出，让他们也没有起疑心。我打电话给李涛，李涛说婆婆带着小宝回老家了，以前从来都不回老家的婆婆，说回老家丢人的婆婆，现在竟然带着女儿回老家了。这话说出来，鬼才会相信。李涛，你到底把小宝带哪里去了？小月，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再说小宝也是我的女儿，我能怎么样？就是妈说老家条件不如这里，想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一下，需要30万，不多不少，需要30万。翻新房子，李涛这摆明了就是在威胁我，如果我不给他，女儿就是他的筹码。我把钱给婆婆送到老家，婆婆见我态度温驯，还以为他们的肮脏手段制服了我。既然嫁进了我们老李家，你就是我们老李家的人了。我们李涛马上就提妇科了，你一个女人离婚了再嫁也嫁不出去了。说着又将他的大儿子拉过来，你也看到了大葱这个情况，
既然是一家人，你们就得照顾他。说来奇怪，婆婆对她这个傻儿子似乎比对李涛还要上心，这也让我心中产生了疑惑。我找人调查了婆婆之前的风流韵事，没几天，婆婆带着大葱来到城里，李涛匆匆忙忙，我以为是要干什么去，原来婆婆要让李涛把名下的房子过给大葱。反正你哥哥是个傻子，就是将来100年之后，也是他先走，这房子也还是你的。现在过给大葱，也不过是为了让他找媳妇。李涛觉得婆婆说的也对，毕竟那是自己的哥哥，觉得他妈这样也不过是为了给他一个保证，这无可厚非。我眼见着李涛将房子过给了他哥，事情刚一办成，大概李涛也没有想到麻烦事接踵而至。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头出现，说要来找他的亲生儿子。我假装回家那东西，实则是回来看热闹的。那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婆婆早年的初恋对象，而没有人知道那个所谓的大葱，其实就是他们的儿子。婆婆当年也真是胆子大，带着肚子就敢嫁给了公公。你是谁呀？谁他妈让你来我家的？谁是你亲儿子？李涛怒不可遏地看着那脏兮兮的老头。我是谁？你该好好的问问你妈。小子，有老子的时候，你还在你爹裤裆里呢，敢和老子这么说话？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婆婆一脸难堪，用家乡话对那老头说：谁让嫩找来的？嫩这是要俺的命啊！那老头抽了一口自制的眼袋，然后蹲在地上，直接将那眼袋磕在了木地板上。我揍啥？我来认我的亲儿子，这么多年你都不认他，你现在要来认他了？他是老子的儿子，老子什么时候认都不晚。李涛听得莫名，可看他妈那一脸窘迫的模样，就是傻应该也能猜到这是多半是真的。那老头子之所以现在找来，是因为有人告诉他，他的儿子现在有一套房子了，城里的房子价值150万。150万对于老头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，那是几辈子都攒不下的钱。这个世界没人和钱作对。老头子说着就要带儿子走，婆婆不肯，上前拉住他，说大葱和他没有关系。大葱乐呵的不行，因为他傻，所以公公先前一点不待见他，甚至不让他在有人的地方喊他一声爹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爹，大葱拉着老头的手根本不松开，乐呵呵地喊着要和爹走，要和爹走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以后再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和大葱到底是谁的？恐怕现在的李涛是懵逼的。这个老头要是大葱的爹，那他的爹又是谁？是已经死了的公公的，还是谁的？我爹是谁？随着李涛的一声喊叫，婆婆慌慌张张地开口：你是李成的。李成是公公的名字，所以李涛和大葱同母异父。李涛脸色肉眼可见地变了。妈，大葱和我根本没关系，你凭什么要我把房子过给大葱啊？我那愚蠢的前夫哥现在才醒悟过来，晚了。李涛找到婆婆和大葱，要将房子要回来，可是婆婆不肯。不仅如此，老头子更是为了房子和婆婆共续前缘，一家3口在农村老宅过得别提多开心了。我的离婚起诉也发到了李涛那里，闹到最后，李涛成了最可怜的人，什么都没了。这口气李涛自然是咽不下去的。他找到那老头和大葱，直接提着一把刀，把人惹急了，真是狗急跳墙了。李涛为了要自己的房子，拿刀架在了大葱的脖子上。婆婆护犊亲切，一把将李涛推开，那老头子一屁股坐在了李涛的身上。李涛的肉倒也不是白长的，
一顶肚子直接给老头顶下来，翻倒在地上，脑袋重重地磕在了井沿上。大葱这么几天就和亲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一看自己亲爹被掀翻在地上，急匆匆地拿起李涛掉落在地上的刀，朝着李涛捅了过去。大葱哪里知道这叫杀人，一刀下去软软的，大葱觉得好玩，大笑着又插进去一刀，直接把一旁的婆婆给看傻了。李涛死的时候还盯着婆婆看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死不瞑目啊！婆婆被带进警察局，都是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关键现在死了的那个现在也没用了。他故意放大了李涛的罪恶，指明了是李涛先动的手。最后法院只能根据婆婆的证词判大葱防卫过当。可是大葱又是个傻子，原本傻子在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时候，杀人也等于白杀。婆婆好端端的就这么没了一个儿子，那老头因为磕到了脑袋，住进了医院。婆婆听说老头脑干受损，需要住进 ICU， 一天的费用就要上万块，也不顾多年恩爱，直接喊着要出院，带着老头去买神药看大仙。没几天就把老头子送走了。算命的还说老头这是来报恩的，用他的命换婆婆的命。医院几次打来电话，婆婆都不去，不知道又找了个什么地方，天天说神药比医院的化疗管用，没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人就不行了。我直接找到法院，拿出了李涛当初和大葱签订合约时候的录像，证明大葱的精神状态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，所以合同无效。而我是这套房子的合法继承人，兜兜转转，是我的，还是我的。看着襁褓里的婴儿，虽然他以后没有了爸爸，但是一个不靠谱的爸爸不要也罢，未来有妈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